各位平台大家好，我是魔王。北斗之拳是80年代非常火热的一款漫画，而在当年 FC 版本就狂卖了将近150万之多。在魔王的心目中，当年发行的最强北斗神拳作品只有一款，也就是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款游戏 Sega Maxui 北斗之拳 Hakuto no Ken。北斗之拳是1986年7月20日由 Sega 发行的 Sega Maxui 专用游戏。本作是一款移植自漫画《北斗之拳》的横向卷轴动作游戏，作为《北斗之拳》的游戏移植版，当年是一部评价非常高的游戏作品。而当时有不少用户为了这款游戏专门购买了 Sega Maxui 的主机，可见本作当年所造成的轰动。好来，这个游戏里面啊，很多手关的小头目，像我们遇到第一个就是 King 格军四天王里面的 Spado 就是黑桃的意思。我们只要一边闪躲他丢出来的斧头，连续打中他4下，然后他就串起来啦。魔王要先说，这个游戏的判断跟命中是非常糟的，所以你看两个小喽啰重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连续出2拳，没有办法出1拳一次把2个干掉，所以使得整个游戏很容易被围殴，整个难度也偏高。好来，我们不断的往前走，现在遇到第二个敌人啦，这是四天王的呆亚，也就是方块啦。他这是原作里面拿着棍一直在打人，一样我们就命中他4下，他也就死啦。各位变态可以顺便观察一下这整个游戏整个背景画面的表现，其实多重卷轴魔王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记得以前第一次看到是非常的惊讶的，因为比那个时候任天堂出的北斗神拳还要真的厉害太多了。同一个时期发售的游戏居然有这么大的差别，可见的 Sega 当年是很用心的。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拿铁爪的家伙，这是四天王的梅花 Glove， 他只要在跳跃的时候抓住空隙攻击4下也就过了。我们它天上有个1冠这个大概就是在我们的秒数剩下80秒的时候如果你有把敌人打倒的时候，注意一下天上那个直接一吃，直接就能够把所有的体力全部补满这里是在玩的时候相当重要的一个要件。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很快的就遇到四天王的最后一位，也就是红心哈斗就是咱刚才讲的肥龙北斗州破斩那一位。这个游戏在设定的时候，他必须要蹲下来打中他的肚子，连续打中4下所以要像魔王刚一样快速的打中4下。那我们就到了这一关的王啦。我们现在打第一关的王，就是南斗孤鸠前训心性，这个人就是跟Kenshiro 抢妞的家伙。然后我们在打的方式，魔王是趁他出拳的时候就出反击拳，连续这样出他也就串起来了。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原作一模一样的北斗百裂拳。魔王当年看到这一幕在串一跳，居然可以完全的还原原作，非常的屌。我们后来就看到权四郎去看尤利亚，一个是串起来，结果后来才发现，这个尤利亚原来是雕像赶快去把真正的尤利亚救出来啦。于是我们第一关就过关啦。来，魔王在这里补充一下，如果你头目战的时候是无伤过关了，于是他下一关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奖励，你就可以在游戏里面使出北斗神拳的奥义魔王变态拳 Hakuto no Shinken马変態拳。好来，于是我们就可以沿路一直飞到这一关的最后面，直接打神之国的头目啦。那你如果没有魔王那么变态的话呢，一样这边遇到2个州头目，一个就是亲卫队长，一个就是疯狂军曹。魔王一样会摘录一下他们长的样子给各位看一下。好啦，那我们就直接要打这一关的头目啦。好啦，我们现在打的是神之国的首领卡内鲁，他本身修炼的是南斗无影拳。然后在游戏里面，我们的做法就是呢，快速的用跳踢逼近他之后，然后用拳头连续的打他。你看就是用木压的方式，然后这个游戏有个特点，就是如果你一直打都是同样一个位置他少的那个体力不多，所以你要换个位置打。好啦，最后我们一拳打在他的脸上，用北斗坏骨拳，拳直接给啪一个敲一于是我们就神之国也打赢啦。然后字幕上面就会说战斗才刚刚要开始，后面有更恐怖的敌人正在等着你嘞。这都是北斗神拳神之国篇。那我们接下来到下一关去啦。第3关恶魔力巴斯，这一关比较短。这一关遇到的中头目就是会使用跳刃地背拳的 Fox。我们这个打也没有很难啦。那我们就直接来打这一关的头目吧。好来，第3关的首领叫做恶魔，就是 Devil 然后他本身是罗汉人王拳跟风沙金刚拳的传人打他的方式就是离远一点过去跳踢他的头，重复这样做还可以用啪啪的抓开来。你要记住如果离他太近被他跳起来压到会直接死掉于是我们使出北斗七死星点，加个啪个变脆皮
好啦，那这一关也就过啦。我们看到字幕上就说恶魔消失了，接着我们就要挑战一下卡桑德拉的传说啦。卡桑德拉在漫画原著里面是拳王老二囚禁另外一个北斗神拳传人，就是 Toki 的监狱哈。那么这一关虽然不长，但是敌人攻势非常猛烈，然后其中的典狱长还有就是拳王亲卫队相当的难缠啊，所以打这关的时候耗损非常多的体力。那我们直接就对上了北斗神拳传人 Toki 啦。Toki 在漫画原著里面，他是北斗神拳不世出的天才传人，他自行领悟了北斗神拳柔拳的相关奥义。那么在游戏里面，我们在玩这一关的话呢，基本上也要领悟一下柔拳的奥义。这所谓的柔拳奥义，也不过就是什么，就是反击拳，就在敌人出拳攻击之后，趁着间隙回敬他一拳。基本上这一关在过的时候，你就要很有耐心的去计算一下 Toki 出拳的秒数，快要出拳左右就赶快后退再敲他一拳。其实跟第一关在打 Sim 其实相当相近。然后再是你靠近他，他其实不大会主动攻击，他一定要固定秒数才会再主动攻击你。所以你看，我们在出一拳之后，这一关就过啦。他就说 Toki 在跟 Kenshiro 两者互相交流的过程里面，已经把柔拳的奥义传授给 Kenshiro 了。于是我们就要进入下一关啦。下一关就非常难打，因为那个就是圣地十字林啦。好，来，接下来我们要打的第5关，可是这个游戏里面横向卷轴最难的一关，因为除了敌人的攻势猛烈之外，还有就是最讨厌的火焰放射队这边其实就是不少血，真的很难。而且这种讨厌的火焰放射队居然前后要遇到3次，所以这一关真的如果不用这个奥义空击流舞过去这一关实在相当难过。好了，我们就要打圣地烧杀啦。好了，我们现在要打圣地烧杀，在打的方式就是你在这个游戏里面必须要先踢中他的头，再打中胸部，再打老二，最后再踢脚。一定要这个顺序打，然后他的体力才会变少。所以连续打个2轮之后，他的血就体力值很快就会见底了。你看他现在体力值见底之后，我们还必须要趁他在空中使出天翔十字凤的时候，在空中击中他，这样才能够出奥义将他打败。所以你看现在就出了北斗有情拳，但其实在原著里面是北斗有情风相破。咱怕料圣地一都串起来那他就说战斗终于接近尾声，我们终于要挑战恐怖的世纪末霸主拳王老二。好啦，我们终于要挑战这一关的拳王老二了。这一关在打应该是里面难度最高的，因为你随便跳啦或出拳很容易被反制。打拳王只有一个方式就是用跳踢把他赶到角落之后，然后用连续木压。你看魔王就是连续木压的方式，很快的就直接把他击倒了。这个方式是打倒拳王最快的方式，没有比这更快了。因为什么？因为整个游戏里面它设定命中跟攻击还有就是无敌时间它整个设计的非常吊诡。所以如果你常常玩快打旋风或是格斗游戏的话，应该知道魔王在讲的木压是什么。于是拳王举起手，他在说：“终我一生无怨无悔。”好了，于是我们的 Kenshiro 就救出了 Yulia 你看就把他抱起来，这是相当符合当初漫画的原作，所以他就说Kenshiro 拥抱着他的爱，然后进入了荒野，然后这爱就是永无止境的玩到这边好像就已经大结局了，但是实际上 Sega Mark III 的北斗之拳还有传说中的第7关，也就是你在这个画面里面尤利亚跟权四郎走掉之后，你就一直按上，一直按上，游戏一直按上，一直按上，你这个十字键一直按上，按到最后就看出现传说中的第7章这第7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把所有的魔王全部都打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魔王就用快转的方式每一个敌人都赶快打一打，然后这边差别就在于说你的体力值就是共用的所以你打一打血少的时候就不会再增加了你看我们就把圣地啦这亚郎全部打一打最后就是再打老二怎么是安尼啪啪啪啪啪啪阿姨都直接错开好又搁死一届我那小爱你一片都为死你去死好啦
那这款游戏就为大家介绍到这一边。其实这一款是相当棒的一款游戏哈。那个只是说魔王这一次在录 Sega Mark III 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整个模拟器的状况非常不稳定，在录的时候那个杂音呢，就是音啊，就是声音的收讯非常不好。所以如果各位变态有推荐的 Sega Mark III 模拟器的话，请再留言给魔王。这一次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下次有机会再帮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怀旧游戏。我是魔王，一个外表跟内心一样变态的中年阿伯。我们下次见。